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都超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要怎么从那种觉得自己很无力，好像老被生活推着走的感觉中，真正拿回我们人生的主导权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好像卡住了，觉得自己被一大堆事情压得喘不过气，对未来说真的有点迷惘，又好累。这种感觉其实就像是走在一片心灵的废墟里，你看看周围，好像每件事情都失控了。但请你相信我，出口绝对是存在的。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找到那张地图。好，我们旅程的第一步非常非常关键，我们要做的是先诚实地，而且完全不带任何批判地看清楚自己现在到底在哪里，就只是很单纯地看见而已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，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心态啊，它真的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软弱。从大脑科学来看，它其实是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自己，避免再次受伤，才启动了一个防卫系统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反应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4个内心的警报器，听听看最近哪一个是不是特别响？你是不是常常会想，天哪，为什么又是我？还是习惯性的觉得都是他的错，或者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觉得世界对你很不公平。当你发现这些念头时，就代表你内心的防卫系统可能已经响起警报了。OK，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警报之后，接下来才是真正能够翻转的开始。我们要来解码一张能带我们走出废墟的核心蓝图。你知道吗？不管外在环境有多么糟糕，不管我们被拿走了多少东西，永远都有一种最核心的自由，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。这句话是来自一位叫维克多·弗兰克的精神科医师。你想想看哦，他是在纳粹集中营那样最极端的环境里体会到这件事的。所以关键到底是什么？真正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来自外在的条件，而是我们内心选择的权利。你看，这张图就解释得非常清楚。左边这些什么大环境呢？别人怎么说？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？说真的，我们都管不了。但是右边这些，我们怎么看待事情？我们决定怎么回应？还有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这个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。把力气全部放在右边这一栏，这就是力量的开始。好，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。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需要一些实际的工具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具体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动手，重建自己人生的主导权。这里有4个非常简单，但威力却超强的日常微行动。他们能一步一步帮助我们从被动的角色变成自己人生的主动创造者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必须去上班了，我必须去开这个会。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我们是被逼的，完全没有选择一样。现在你试试看哦，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小小的转换，把我必须改成我选择。比方说，我选择去上班，因为我想给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你看，光是这2个字的改变，整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的了。你会立刻感觉到，你才是做决定的那个人。这就是把力量拿回来的感觉。第2个工具叫做极端所有权，听起来很硬，但概念其实超简单。就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鸟事，第一个问题不要再问这是谁的错，而是直接问自己，好，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问法会立刻把你从无助的抱怨者变成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听起来都只是心态调整，真的有用吗？有用，而且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这些行动是真的可以从我们大脑的层面由内而外的改变我们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当我们压力大，我们大脑里面那个负责讲道理、想策略的区域，它会先断线。
被情绪脑给占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很焦虑的时候，光靠想开一点是没用的，你必须先搞定你的身体。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跑的。下次你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，记得先停下来，别去跟你的情绪吵架，先做几个深呼吸，感觉一下你的脚稳稳地踩在地上，或者拉拉筋。这些身体的动作会送一个讯号给你的大脑说，喂，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很安全。这时候你那个断线的理性大脑才会重新连上线，让你能够真的做出选择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这句话我觉得说得真好。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要把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都删掉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而是要像大树一样，把根稳稳地扎在现在，同时也让过去那些伤痕能够被看见，跟我们一起成长，成为我们生命故事里有力量的一部分。好了，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邀请。就今天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打算选择为哪一件小事负起100%的责任，然后采取行动呢？你的主导权就从这个微小的选择开始。